你以为虫洞只存在科幻片里？错了。2015年，人类第一次用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了130亿年前的时空震动。什么概念？两个黑洞在宇宙深处相撞，把时空撕出了一道裂缝。这道裂缝释放的能量比整个可观测宇宙所有恒星加起来还要亮。爱因斯坦当年预言这玩意儿存在，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他说了一句话：如果虫洞真的存在，那时间旅行在物理学上就是可行的。问题来了，2019年，耶鲁大学的物理学家做了个疯狂实验，他们用量子计算机成功模拟出了一个微型虫洞。虽然只存在了几纳秒，但信息真的从一端传到了另一端，没有经过中间的空间，就像你从北京瞬移到了纽约。更诡异的是，霍金生前留下最后一篇论文，里面提到一个可能性，黑洞的另一端可能就是虫洞的入口。今天我告诉你，这个能让时空弯曲的虫洞背后藏着什么秘密。故事要从1935年说起。那年夏天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盯着一堆方程看了整整3天。他的助手罗森推门进来，发现这位物理学巨匠正抱着头，嘴里念叨着：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他们刚刚从广义相对论里推导出了一个诡异的解，时空可以像纸一样被折叠，两个相隔数十亿光年的点能通过一座桥连接起来。这座桥后来被命名为爱因斯坦罗森桥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虫洞。但爱因斯坦算出来的虫洞有个致命问题，它会在1/1000秒内坍缩，比你眨眼快1万亿倍。任何想穿过去的东西都会被瞬间压成量子碎片。所以爱因斯坦当时的结论是，虫洞虽然在数学上成立，但在现实中根本用不了。这个结论让虫洞研究沉寂了整整50年，直到1985年，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。科幻作家卡尔萨根正在写小说《接触》，他想让主角通过虫洞穿越宇宙，但不知道怎么让虫洞保持开放，于是他打给了老朋友诺贝尔奖得主基普·索恩。索恩接到电话后愣住了，他意识到这不只是科幻问题，而是一个真正的物理挑战。他和学生莫里斯花了3个月推导出了一个震撼学界的答案。想要撑开虫洞，你需要一种违反常识的东西——负能量物质。什么是负能量？普通物质的引力往里拉，把东西吸进去，但负能量物质正好相反，它往外推，产生排斥力。就像你用千斤顶撑住快塌的天花板，虫洞天生想往里收缩，只有负能量能把它撑开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对吧？但1996年，美国物理学家真的在实验室里找到了负能量，这就是著名的卡西米尔效应。把2块金属板放在真空中，距离只有几纳米，它们之间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吸引力。这个力来自真空本身的量子涨落，2块板之间的能量密度比外面的真空还要低，能量比0还低，那就是负能量。实验测出来的误差只有5%，这证明了负能量确实存在。物理学家兴奋了好几年，但很快现实给了他们一记重锤。你猜要撑开一个直径1公里的虫洞需要多少负能量？答案是整个太阳系的质量，而且还得是负的。而卡西米尔效应产生的负能量有多少？只够把虫洞撑开到原子核的1/1000。这就像你想在喜马拉雅山里挖隧道，手里却只有一根牙签。很多人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你以为走到死胡同的时候，转角往往藏着新的出路。2013年，2位顶尖物理学家马尔达·塞纳和萨斯金德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：虫洞和量子纠缠可能是同一个东西。这个理论有个很酷的名字 ，ER 等于 EPR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量子纠缠吧？2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，测量一个，另一个瞬间就有反应。爱因斯坦当年骂它是鬼魅般的超距作用。但如果虫洞就是量子纠缠的几何化身，那意味着每一对纠缠的粒子之间都可能存在一条微观虫洞。整个宇宙的空间结构是由无数这样的量子虫洞编织而成的。这个想法太疯狂了。但2022年底，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做了个实验，他们在量子芯片上创建了2个纠缠的量子系统，然后把一个量子比特放进其中一个系统，结果在另一个系统中真的观测到了这个量子比特穿越而来的信息。这个实验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，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观察到虫洞的动力学行为。就在全世界都盯着量子角度研究的时候，2023年，中国扬州大学的戴德昌教授团队在欧洲物理杂志 C 上发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。他们说，咱们别老想着在4维时空里造虫洞了，往高维想。假如我们的宇宙是高维空间里的一张3维膜呢？就像一张纸上
画了2个点，看起来隔得很远，但你把纸对折，2个点不就贴一起了吗？戴教授团队计算发现，如果存在2个平行的膜宇宙，它们之间的引力作用可能让膜变形，2个物体会把各自的膜压弯，最后吸附在一起，形成连接通道。关键是这种虫洞不需要奇异物质，但问题又来了，如果虫洞真的存在，它会带来一个让所有物理学家头疼的麻烦，那就是时间旅行。虫洞不只连接空间，它还连接时间。1988年，索恩就算出来了，只要让虫洞的2个出口产生相对运动，就能制造出时间差。假设你把虫洞的一端放在飞船上，以接近光速飞行，另一端留在地球上，根据相对论，飞船上的时间会变慢，等飞船回来，虫洞2端就有了时间差，穿过虫洞就等于回到了过去。听起来很酷，对吧？但这里有个致命的悖论，假设你穿越回过去，不小心阻止了你爷爷奶奶相遇，那你爸就不会出生，你也不会存在。但如果你不存在，又是谁穿越回去阻止他们相遇的？霍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明确，他在1992年提出了时序保护猜想，物理定律会阻止任何逆时间旅行。他的计算显示，当虫洞即将变成时间机器的瞬间，真空涨落会沿着时间旅行路径无限循环，产生爆炸性的能量，这个能量会在瞬间摧毁虫洞。霍金算出成功穿越的概率是10的-60次方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虫洞到底存在不存在，有没有证据？2019年 LIGO 探测到了一个怪异的信号，编号 JW190521，持续0.1秒就消失了。这个信号打破了黑洞理论的极限，那2个合并的黑洞，一个是85个太阳质量，另一个是66个太阳质量。但根据恒星演化理论，65到120个太阳质量之间根本不应该有黑洞存在。那这2个黑洞是哪来的？2025年9月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，它们可能来自另一个宇宙。如果2个宇宙之间存在虫洞，另一个宇宙的黑洞合并事件可能通过虫洞传递引力波，在我们的宇宙产生回声。那么虫洞离我们还有多远？老实说，非常远。我们目前既没有足够的负能量，也没有操控时空的技术，甚至连虫洞是否存在都无法证实。但科学家已经在想办法找到它。有研究认为，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周围可能就藏着天然的虫洞。如果虫洞存在，它会对附近恒星的轨道产生微弱的扰动。未来10到20年，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，我们也许能从这些扰动中找到蛛丝马迹。新一代引力波探测器的灵敏度将提高100倍。如果虫洞真的存在，它们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会有独特的回声特征。世界望远镜正在拍摄银河系中心黑洞的高清照片。如果那个黑洞实际上是虫洞，我们可能会看到穿过虫洞的光线产生的奇特图案。虫洞研究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不断被打脸又不断找新出路的历史。1935年，爱因斯坦说虫洞会瞬间关闭。1988年，索恩说用奇异物质能撑开。1996年，卡西米尔效应证明负能量存在，但不够用。2013年，E2等于 1PR， 猜想把问题转向量子纠缠。2022年，谷歌用量子计算机模拟成功。2023年，中国团队提出魔宇宙方案，每一次突破都在颠覆上一次的结论，这才是科学真正的魅力。虫洞可能不是用来穿越的，它是宇宙留给我们的一道考题。这道题的答案藏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如何统一的秘密，藏着时空本质的真相，藏着我们的宇宙到底有几个维度的答案。100年前，黑洞被预言的时候，没人相信它真的存在，直到2019年，人类拍到了第一张黑洞照片。50年前，引力波还是个笑话，直到2015年，LIGO 探测器真的捕捉到了它。爱因斯坦的每一个疯狂预言都被时间一一验证了。虫洞会不会是下一个？也许在某个我们还看不到的维度，在某个高维空间的褶皱里，虫洞正在真实的存在着，连接着宇宙中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角落。宇宙不会骗人，它只是把最难的谜题留到最后。虫洞的存在告诉我们，现实永远比想象更魔幻，而人类对真理的追寻永远不会停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一天虫洞真的被证实存在，你最想用它去哪儿？是回到过去改变某个遗憾，还是去未来看看人类的结局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咱们下期再见。